前世师尊让我带刚入门的小师妹，小师妹身体娇弱，才练了会剑，手掌就磨出了血泡，然后跑到师尊面前委屈的哭。不怪师姐眼里，都是我太弱了。后来在秘境历练，小师妹为救一只灵鸟，引来了妖兽，我拼死护着她，谁知她却拦在我的剑前，阻止我杀死妖兽，结果被妖兽一掌拍碎了金丹。大师兄因此怨恨我没有护好师妹，竟一剑剖开我的丹田，取走了我的金丹。你连莹莹都护不住，要这金丹有何用？死后我才知道，小师妹是一本女配逆袭文的主角，而我不过是她用来上位的原女主。大师兄，你救救师姐吧，师姐也不是故意的。我艰难地抬起头，看见沈莹娇弱地靠在傅青州怀里，双眼哭得通红，像只受惊的兔子。如果不是她眼里那赤裸裸的嘲讽和鄙夷，恐怕连我都要以为她真的是在为我求情。我心中冷笑，只恨自己当初怎么没看清她的真面目。或许是我的眼神激怒了她，傅青州本就不满的脸上更添了几分厌恶。是姚过，小师妹好心为你求情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神魂撕裂的剧痛让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我只能强撑着，不肯在他们面前露出最狼狈的一面。傅青州见我没回答，脸上露出嘲弄的神色，他将沈莹往怀里揽得更紧了。莹莹，她根本就是咎由自取，你何必在她身上浪费善心？沈莹好像想说什么，最终只是眼圈一红，抽噎着埋进了傅青州的怀里。可是师姐不是故意不管我的，她只是……好了，莹莹，我们回去吧。师尊已经把她赶下山了，她以后不再是你师姐了，你不必为她伤心。傅青州冷哼一声，揽着沈莹就要离开。沈莹脸上一红，像是想挣脱，却又没能挣开。看着眼前这对令人作呕的男女消失不见，我才喷出了一口血。金丹被强行剖去，我的身体根本撑不了多久，生机在快速流逝，神魂也跟着一同消散。我不明白一切怎么会变成这样，直到临死前，我还在想一切怎么会变成这样。再次睁眼，蚀骨的疼痛已经消失，我身处一片白茫茫的空间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只有一个银白的光点，仿佛在无形中指引着我。不知走了多久，我才看到前方出现了一个石盘，上面放了一本已经泛黄的书。我下意识地翻开书，那本书却化作无数光点，钻进了我的额头。瞬间，无数文字和画面在我脑中浮现，我这才明白了一切。原来我不过是沈莹修仙路上的一块踏脚石。书里说，沈莹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她穿越而来，被赤阳宗的剑尊收为小弟子，还觉醒了女配逆袭系统。直到那时，沈莹才知道自己穿到了一本小说里，成了书中的女配。为了避免被炮灰的命运，沈莹努力修炼，而我作为原女主，却处处刁难她，冷嘲热讽。一次试炼中，我甚至将沈莹推向妖兽，害得她金丹尽碎。看着书里描绘的剧情，我忍不住大笑起来，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，却还是停不下来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这一生原来是这样。书里说我对沈莹多有苛责，她练剑磨出了血泡，我只给了她药，没有安慰她。可哪个练剑的人不是这么过来的？书里又说我对她冷嘲热讽，可明明是她在赤阳宗放走了一个妖族奸细。那时候我念她初犯，只是告诉她人妖两族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妖族是血，最喜欢吞噬人肉，修士对他们来说更是大补。最后书里说我嫉妒沈莹，在秘境里把她推向妖兽，害她金丹碎裂。可那次秘境明明是沈莹自己招惹的妖兽，我拼死抵挡，正要给妖兽致命一击时，沈莹却突然跳出来拦住我，说什么师姐，妖兽也是有灵性的，我们不能随意决定他的生死。那头濒死的妖兽得了喘息的机会，第一件事就是一掌掏向他的腹部，将他的金丹活活挖出来吞了下去。可到了沈莹嘴里，就成了我不顾他生死，把他推给了妖兽。秘境里没有留影时，我百口莫辩，师尊厌恶我心狠手辣，大师兄更是一剑剖了我的金丹，将我逐出师门。而沈莹呢，她在系统的帮助下，很快就重塑了金丹。在那个执笔人的笔下，这一切竟然都成了我的错。我不甘心，我怎么能甘心？师姐，耳边的声音将我惊醒，我克制住身体里不自觉散发的杀意，快速扫了一眼周围，我愣住了。这里是看着四周熟悉的环境，我有些茫然。我回来了。那么现在是什么时候？我下意识地看向门口的阵法，听着沈莹在外面哭哭啼啼的声音，眼神一沉。接着我抬手解开门上的阵法，拉开门，看到了门外眼圈微红的沈莹。师妹，出什么事了？眼前的沈莹比起前世最后见到时还很稚嫩，我推测应该是她刚拜入师门不久。师尊门下只有我和她2个女弟子，所以沈莹入门后，师尊就把她交给我来指导。师姐，我是不是很弱？你说新弟子入门每天要挥剑5000下，可我才不到1000下，手就被磨出血泡了。沈莹委屈的眼睛都哭红了，抽噎着摊开已经磨出2个血泡的手掌。看到那2个血泡，我就想起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。前世我把我珍藏的药膏送给了她，还告诉她，师妹，挥剑是练剑最基本的训练。当初我和师兄入门时，每天要挥剑8000下，动作不标准还要重来。你现在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可沈莹听完，哭得更凶了，直接跑了出去。直到第2天，师尊叫我去，我才知道她跑到师尊那里。当时我跪在大殿里挨训，沈莹却站在师尊身边，撒娇地说：“师尊，不怪师姐眼里是徒儿太弱了，所以才连这个也做不好。现在吗？”我看着眼前的沈莹，脸上装出心疼又无奈的表情，连忙拉着她进了我的房间。师妹，都是我不好，我没提前跟你说清楚。我从药柜里找到一瓶伤药，轻柔地给她擦在血泡上，当然用的不是上一世那一瓶。师妹，你刚入门，丹宗门大比就快到了，我们小寒山弟子不多，所以对大比更要重视。不过现在想想，师妹你毕竟刚来，今年的新弟子大比，就算拿不到第一，想来师尊也不会介意的。我这话说得很巧妙，表面上是温声细语的解释，实际上句句不离师尊。因为书里说，沈莹的系统有个重要任务，就是刷重要男配的好感度。傅青州是其中之一，但比起傅青州，沈莹其实更喜欢师尊凌霄，所以我故意把话引到师尊身上。果然，沈莹听到这话，眼睛顿时一亮。师姐，你是说师尊会在意这个？他连手上的泡都顾不上了，反手抓住我的手。我低下眼，继续为他抹药。师尊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去年4师弟入门，在大比上夺得第1后，师尊亲自教导了他3个月，师弟一口气从初级前期突破到后期，这样的机会，你说师尊要是不在意，又怎么会这样？4师弟烟回柳也是沈莹前世的护花使者之一，他能得到这个机会，是因为他是凌霄故人的子侄。但这是现在的沈莹并不知道。沈莹咬了咬唇，做出坚定的样子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不能让师尊失望了。就算训练再辛苦，我也一定要坚持下来。师妹不必如此，你以前从未修行，现在没拿到第一，师尊也不会在意的。那怎么行？师姐，我是师尊最小的弟子，正因为入门晚，才应该更加勤奋。我假意劝了他2句，才装作叹了口气，不经意地说：“师妹既然有这份心，我也不拦你了。”
只是最近后山不太平，师妹要是修炼，千万别去那边，免得出了事让师尊担心。我特意加重了后山2个字的读音，嘴上说着让他别去，实际上字字句句都在暗示他后山有异常。沈银的系统需要他接触到攻略对象才能激活，所以一听到后山这种禁地，他的眼神微闪，已经露出了势在必得的神色。但他脸上还是装得乖巧，柔弱又坚韧地点了点头。师姐，你放心吧，我肯定不会犯错的。我心里冷笑，脸上却松了口气。师妹记下就好，师妹今天先回去休息吧，练剑早一天晚一天都一样。沈银听了，眼中闪过挣扎。他的系统只有攻略进度到了一定程度，等级提升了，才会给他实质性的帮助。他现在根本没办法完成夺魁的任务，但沈银本身资质平平，又吃不了修炼的苦。不过照我对他的了解，他最终还是会选择走捷径。我巴不得他这么做，他不是想靠男人吗？那就让他努力去靠好了。师姐，我……沈银的声音带着迟疑，目光在屋里扫了一圈，像是在找什么。我当然知道他在找什么，但脸上故作不知，关心地问：“师妹，怎么了？”沈银紧咬着下唇，脑子里正在和系统飞快的对话。系统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尽快提升修为吗？宿主，如果攻略成功一个 S 级对象，你的修为就可以从炼气期达到筑基期，并且直奔筑基圆满。那是瑶光是什么修为？女主是瑶光，目前是金丹初期。我听着他和系统的对话，眼中闪过一丝暗芒，又很快掩饰过去。沈银忙着和系统说话，丝毫没注意我的表情。系统检测赤阳宗内 S 级可攻略人物，赤阳宗可攻略 S 级人物，目前有后山禁地奇遇。听到后山禁地，我的眼神冷了下去。赤阳宗后山被列为禁地，是因为那里有一座锁妖塔，专门用来镇压妖族。前世沈银也闯入过后山，破了锁妖塔的禁制，放出了奇遇。奇遇是狐族大妖，长相俊美，心思却极为狡诈。那时候我还以为是奇遇蛊惑了沈银，结果却落了个苛责他的名声。沈银的灵魂和系统绑定，在攻略任务失败前，沈银的灵魂是不灭的。也就是说，即便我现在杀了他的肉身，系统也能带着他的灵魂夺舍重生。所以我的计划就是破坏他的攻略，让他的任务失败。当他的攻略任务彻底失败时，我就可以一击磨灭他的神魂。我看着眼前似乎依依不舍的沈银，努力克制住心中的厌恶。师妹，要擦完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沈银目光闪烁，好像有话想说，但最终还是咬了咬唇瓣。那我就不打扰师姐了。我将沈银送到门口，关上门后，脸上的神色立刻冷了下来，一连布下10几个阵法隔绝声音和干扰，才从须弥戒中取出一块巴掌大的玉佩，这正是沈银在找的东西。这个玉佩是一个小型空间法器，是我上次历练时找到的，里面藏着一位大能的传承。前世我没发现这个秘密，只觉得玉佩好看又能储物，便时常挂在腰间。有一次沈银看到后脸色大变，随即泪眼盈盈地问我为什么要拿他的东西。那时候我急于自证清白，百口莫辩，最终在凌霄的命令下把玉佩还给了沈银。而沈银不仅凭着玉佩攻略了一个 S 级对象，还把里面的大能传承送给了傅青州。重来一世，我自然不会再给沈银这个机会，所以在给他开门前，我就把玉佩的气息彻底封印，丢进了须弥界。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毫不犹豫地将玉佩贴在额头，神魂瞬间进入玉佩之中。玉佩空间内奇花异草遍地，灵气浓郁，不愧是大能留下的信物。但我的好心情没维持多久，一道声音就传了过来：瑶光，我的药怎么还没送来？你刚才为什么屏蔽了玉佩和外界的联系？我都看不到外面了。带着责备的声音来自不远处灵泉中的一条鲛人，他面色苍白，即便泡在灵泉里，也显得十分虚弱。我看着他，眼神一沉。鲛人陆婉银，他是我得到玉佩时就下了一条鲛人，当时看他可怜，就把他放在这里养伤。我一次次去秘境为他采摘炼制药草，陆婉银也从未告诉过我这玉佩里还有传承。后来沈银刚得到玉佩，陆婉银就把这事和盘托出了。陆婉银，你就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面对这种白眼狼，我懒得兜圈子，直接站在灵泉边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陆婉银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掩饰下去，满眼不解，甚至带上几分委屈。瑶光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会有事瞒着你？如果不是你，我根本走不出那个秘境，更别说这一身伤了。听着他的话，我心中冷笑一声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鲛人一族本无性别，陆婉银在遇到我之前，其实先遇到了沈银。当时沈银被人追杀，跳下湖遇到了他。沈银秉承着长得好看必定和攻略有关的想法，刷了陆婉银的好感，陆婉银也因此为他分化成了男性。后来追杀的人找到他们，陆婉银为了送走沈银，独自留下对敌，身受重伤。如果不是我路过，他早就死了。我还以为你忘了当初是谁救了你。我的眼神沉了下来，满是冷意。陆婉银眼中闪过惊讶，却仍旧强撑着。我自然感激你救了我，但是你今天说的话我听不太懂。是吗？我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。之前我并未屏蔽玉佩对外的感知，也就是说，陆婉银早就发现了沈银的存在，但他什么都没说，反而一次次催我瑶，更别提玉佩里有传承的事，他早就知道，却只字未提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嘲弄地说：“陆婉银，我还以为当初救了你的是沈银呢。”听到沈银2个字，陆婉银瞳孔明显一缩。瑶光，你在说什么？看着他现在的样子，我只觉得可笑，手已经放在了肩膀上。别装了，陆婉银，不如让我看看你的本事恢复了几分。话音刚落，长剑出鞘，我直接一剑劈了过去，剑影划破灵气。陆婉银瞳孔骤缩，下意识地跃出灵泉，鱼尾瞬间化为双腿，凝聚出本命灵气挡在我的剑前。看他现在的样子，可不像个重伤未愈的人。我心中冷笑，手上加了2分力道，一剑破开他的灵气，又是一剑挥下。你这不是恢复的挺好吗？可不像你说的一点没好啊。陆婉银紧抿着唇，面对我突然发难，既疑惑又不解，却找不到好的理由。瑶光，我不知道你听到了什么，但我的伤势你是知道的，现在不过恢复了一点。我哦了一声，却毫不留情的一剑落在他丹田处。陆婉银，我最恨的就是背叛。当初是你求我救你，却隐瞒伤势，想利用我给你找药。蛮横的剑气直接击破他仓促凝聚的防护罩，钻入他的丹田，撕毁了一切。看着吐血倒地的陆婉银，我在他愤恨的目光中慢条斯理的擦了擦剑，才把话说完。而且这个玉佩有传承的事，你也从未告诉过我。你说这种情况下，我还能留你吗？
陆婉莹本就苍白的脸色瞬间没了血色，她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传承的事，但她清楚我已经动了杀心。她努力压下眼中的恨意，虚弱的开口：瑶光，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，只是这里的事我也不太清楚，本想等伤好了再仔细探查，查清楚了再告诉你的。看着她假惺惺的样子，我终究没忍住，嗤笑一声：陆婉莹，你不会以为我还会信你的鬼话吧？等你伤好了，好有机会把这事告诉沈莹吗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？陆婉莹彻底说不出话来，只是还想做最后的挣扎。怎么会呢？瑶光，我根本不认识你口中的沈莹。她的话我已经懒得再听，直接收了剑。提起毫无抵抗力的陆婉莹，来到一个不起眼的小石碑前。你怎么会知道？看到石碑，陆婉莹再也撑不住了，颤抖着质问我。我知道的不少，比如说这个传承的开启需要鲛人的心头血，不是吗？我冷冷地说。前世我金丹被废后，陆婉莹突然出现，我满心以为她是来救我的，她却对我嗤之以鼻，反而为了沈莹毫不犹豫地划破心口，用自己的心头血开启了传承。而现在我看着眼前虚弱的鲛人，再没有半点联系，直接提起剑，一剑穿透了他的心脏。瑶光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鲜红的血液喷溅在石碑上，浓郁的灵气瞬间被石碑吞噬，整个空间都在震颤。我早就从书中知道了这一切，所以并不慌乱，只是静静等着传承之地开启。陆婉莹还没有当场死去，她面色灰白，眼中翻滚着浓浓的恨意。是瑶光，你……我用手指抵住她的嘴唇，歪着头，露出几分天真的残忍。陆婉莹，别说我现在不想听的话，不然……我话锋一转，笑意盈盈。你说我要是把你的皮剥下来，做成焦砂送给沈莹怎么样？此话一出，陆婉莹彻底崩溃了，满眼惊恐，张着嘴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我满意她的识相，将她重新丢回灵池。虽然空间里的灵气大半被石碑吸收，但灵池里还有剩余，吊着她的命足够了。我并不准备让她现在就死。前世我好心救她，她就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背叛。我自然要给她一个刻骨铭心的结局，才能消我心头之恨。看着眼前逐渐显露出来的传承之地，我迈步踏上石阶。石阶共81阶，许久久归一之意。刚一踏上，双肩就猛地一沉。考验是获得传承必不可少的一环，我心中早有准备，一步一步坚定地向上走。肩头的重量越来越重，但我没有丝毫退缩的想法，直到踏上最后一道台阶，肩上的重量才消失，面前是一扇古朴的大门。我伸手推开，走了进去。大殿中，16盏鲛人灯随之亮起，一座威严的石像矗立在正中央。看着眼前的石像，我眼中迸发出灼热的光芒，这竟然是数万年来无人超越的第一剑修澜苍剑尊的传承。前世傅青州只得到了一点残业，不到2年就成了当代剑修第一人。我努力压下心中的激动，朝着石像行了一礼，晚辈师瑶光，拜见澜苍剑尊。话音刚落，石像仿佛活了过来，一股无形的威压落在我身上，比石阶上的更加猛烈。我咬着牙，没有丝毫晃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直到我口中都泛起了铁锈味，那道威压才缓缓散去。一道古老的声音传来：这么多年了，总算来了看过眼的。我顿时浑身一松，才发现早已被汗水湿透。澜苍剑尊数万年前便已飞升，这里留下的纵然只是一道神念，也让人望尘莫及。一道神光虚晃，我看不清他的面容，却能感受到他欣赏的目光。倒是比上次那个有骨气些。先前本尊就对你很满意，可惜一直不是所谓的逾矩的局。如今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希望你不要让本尊失望。说完，一个银白色的光点落入我的眉心。我努力消化着传承，直到彻底接受，才松了口气。再次向石像行了一礼，晚辈并不负剑尊期许。既然已经接受完成，此次殿内的东西你都可以使用，但只有你飞升上界那日，才有资格成为我的弟子。话音落下，那道神光彻底消失，石像也寸寸化为齑粉。我郑重地朝着石像原本的位置拜了拜，才继续闭眼消化传承。澜苍剑尊的传承极为庞大，等我彻底将传承吃透，再出关时，已经是3个月后了。刚一推开门，就听到了不合时宜的声音。师妹果然厉害，短短3月就从炼气期突破到了筑基中期，如此天赋，整个赤阳宗也无人能及。被一堆男弟子围在中间的，自然就是沈莹。她此时笑意盈盈，眼中闪过一丝得意，面上却做出不好意思的样子。师兄又取笑我了，我哪里比得上师兄和师姐们？那名弟子看着沈莹的样子，更觉得她可爱。师妹何必谦虚？谁不知道你炼气7阶时就收服了一只赤狐，那可是金丹期的妖兽，师妹还如此自谦。沈莹脸上染了几分娇羞，扑扇着睫毛，带着几分羞涩。这是三师兄的功劳啦，我只是听说赤狐好看又厉害，三师兄便带我去找，还帮我跟他结成了主仆契约。站在沈莹身边的墨衣男子就是我的三师弟方行，他神色淡淡，好像没什么一般。不过是赤狐罢了，小师妹喜欢就好。等我以后到了化神期，别说赤狐，就是海底的蛟龙，我也能给你捉来。三师兄，你对我真好。沈莹眼中波光流转，仿佛藏着无尽情意。方行低头看着他，目光中也满是情意。我只冷笑了一声，两人便齐齐转过头来。其他弟子也好像才发现我，脸上露出几分尴尬。师弟真是好高骛远，还没到元婴就开始操心化神以后的事了。被我毫不留情地落了面子，方行眼中闪过一抹幽深，但当他目光扫过我时，却露出了几分惊讶。才几个月不见，你已经金丹中期了？巧合而已。修仙本就艰难，到了金丹期后，每进一步都需要巨大的努力。我突破金丹不过1年，如今就踏入了金丹中期，方行自然诧异。倒是沈莹看到我出现，立刻就要扑上来，却被我横剑挡住。她目光微闪，脸上却睁着无辜懵懂的眼睛，咬着唇，似乎要哭出来。师姐，我好久没见你了，想和你亲近亲近，没想到师姐这么嫌弃我。看着她这副样子，我心里冷笑，早已习惯了。我淡淡的说，我闭关3月刚出关，正准备去梳洗一下，师妹一定要这个时候同我亲近吗？沈莹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神色一滞，才有些僵硬的开口。师姐说的什么话？我可想念师姐了。我绕过她，走了2步，又转头看了一眼沈莹。说起来，再过几月就是宗门大比了，不知师妹准备好了吗？听到宗门大比，沈莹眼中闪过一丝志在必得，她笑得离我浅浅，轻哼了一声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这次大比的第1名肯定是我的。沈莹此话一出，先前围着她的弟子们神色微暗，彼此对视一眼，隐隐有了分崩离析的趋势。宗门大比事关所有弟子的利益，他们平时乐意哄着沈莹，但涉及到自身利益，心里自然会打起小算盘。
我发现了这暗流，却不准备提醒沈莹，反而欣慰地看向她。师妹量力而行就好，凡事要先保护好自己。沈莹却没听懂我的言外之意，皱了皱鼻子哼道：师姐，你别小瞧我，我这次一定能成功。说完，她又转头看向方形，瘪了瘪嘴：三师兄，我这几个月都在辛苦修炼，这次我一定能夺魁的。方形满眼欣慰地摸了摸她的头，小师妹这么努力，这次的第1名肯定是你的。说着，他还隐晦地扫了周围弟子一眼，那些弟子纷纷低下头，气氛却已经十分不对劲。我懒得再看，转身便走。我并非要去梳洗，而是要去后山。我想知道后山的锁妖塔现在是什么样子了。祁煜作为妖族大妖，本是化神期修为，但100年前人妖大战，妖族大败，他身受重伤被镇压，境界早已跌落，现在恐怕也只是元婴期。前世沈莹在锁妖塔捡到一只火红色的狐狸，系统提示他那就是祁煜的神念所化，于是他对小狐狸关怀备至，成功刷到了祁煜的好感。而现在我当然不可能再让祁煜活着回到妖族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踏入了后山禁地。这里禁制颇多，对学艺不精的弟子来说十分危险，但于我而言并无困难。我对于阵法一道也小有研究，境界提升后，肉身也被淬炼过，只要小心一些就没问题。离锁妖塔越近，禁制越强，但我发现这些看似强大的禁制，周围都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纹，只要里面的人恢复一些实力，就能破禁而出。我忍着怒火往禁制最深处走去，一路上用留影石记录下所见的一切。前世被沈莹坑得太惨，重生回来后，我就把留影石随时带在身上，以防万一。锁妖塔近在眼前，弥漫的妖气萦绕在阵法和塔身周围，我周身气势一凛，立刻掏出传音符，将这里的情况大致说了一声，传音符随之在我手中化为灰烬。随即，我一脚踏入锁妖塔最深处的禁制范围，刚一踏入，冲天的妖气便将我笼罩，阴邪暴力的气息不断冲击着禁制，似乎想从中逃脱。或许是感知到了活人的气息，那些妖气瞬间躁动起来。低哑难听的声音传入耳中，我却毫无惧色，反而拔剑又向前踏了一步，金丹期的气势全开，如同一柄利剑，只插入无尽的妖气之中。想吃我，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锁妖塔的禁制并未被完全破坏，这些不过是塔内妖修放出的神石，夹杂着怨气，但并没有多少杀伤力。但幸好我今天想到了这里，若是再晚一段时间，等祁煜恢复一些，这点禁制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一道阴邪难测的声音响起，带着难以掩饰的愤怒，我持剑戒备。后来一道妖风乍起，我闭眼轻轻一剑，只见一点，精准的剑气直接破开那道虚影。想借我之手破坏禁制，我冷声嗤道，简直是妄想。禁制中的气息更加躁动，无数阴冷的目光在我身上游移。锁妖塔从材料到禁制，对妖族都是极大的压制，但对人族修士却没什么影响，这也是我不怕他们的原因。即便是化神期的妖修，在这里最多也只能发挥出元婴期的实力，更别说他们大多带伤，被关押100年，根本恢复不了多少。如果祁煜不是遇到了沈莹，前世根本没能力从锁妖塔里逃出来。我大致看了眼腹地的禁制，虽然从外面看摇摇欲坠，但内里其实并没有多少裂纹，也算是还好。只是这次还没走几步，一道火红色的身影便骤然出现在我面前。那是一头1人高的火狐，皮毛油亮，额间一道赤火印记，兽瞳中满是野性与暴力。前世我曾见过他，所以只一眼我便认出了他是谁，狐族祁煜。我将手附在剑柄上，嘲弄地看着他。妖族祁煜都到这份上了，你还要用这种畜生的姿态演戏吗？或许是没想到我能认出他，那双兽瞳中闪过一丝迷茫，随即又被更深的痛恨所掩盖。只一瞬间，赤狐消失在原地，一个男人的身影慢慢出现。不愧是狐族，祁煜这张脸确实算得上俊美，雌雄莫辨的长相却不显女气，上挑的凤眼自带几分韵味。石耀光，我还未去找你算账，你便自己送上门来。今日即便本尊将你就地斩杀，也只能怪你自己运气不好。祁煜似被我的态度激怒，眼中满是痛恨。我只是嗤笑一声，手心已经握住了剑柄。真是大言不惭，祁煜，你若还是100年前的妖族1/4，今日我或许凶多吉少，但现在你不过是个苟延残喘的废物，谁胜谁负还未可知。话音刚落，我与他便已齐齐出手。纵然他现在只是一抹神念，境界也高出我2个大阶，所以我话语间虽满是嘲弄，实则半点不敢掉以轻心。妖修肉体强悍，我的本命剑同他的虎爪相撞，激起阵阵火花。转眼间，我们便已交手数百招，我脸上已有血痕，他也未曾讨到好处，满身皆是剑伤。他此时面色铁青，咬牙切齿：石耀光，本尊一定要杀了你！我一剑劈向他身前，毫不犹豫。听到他的话，只是冷冷嘲讽：祁煜，人妖殊途，你我本就不死不休。但同时，他的利爪也划过我的肩膀。剧烈的疼痛让我差点握不稳剑，但我深知此时若松开剑，就等于将性命交到别人手上。石耀光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我今日定要杀了你泄愤！祁煜状若疯癫，招招不留余地，我费力抵抗，目光却始终清明。我们都在等对方分神的一瞬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传来细细的呼喊声：青红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是沈莹的声音。青红是他给赤狐取的名字。修士大多耳聪目明，妖修尤其更甚。沈莹的声音刚一出现，我便看到祁煜的身体猛然一僵。就是现在，我直接将灵力灌满本命灵剑，顺着他的破绽一剑刺入。到底只是一抹神念，祁煜纵然反应过来，也为时已晚。他的身影逐渐化为虚无，一点点消散。恰在此时，一道更为凄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青红，沈莹已经到了。看到祁煜身影消散时，他爆发出惨厉的呼嚎。我心中冷笑，面上却装出关怀的模样，连忙对沈莹说：师妹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锁妖塔现在很不安宁，你快离开。这些妖物大多凶残，你修为尚低，千万不要硬碰硬。沈莹却好像没听见一样，眼中在没了之前装出来的柔弱，反而满眼狠厉，大声质问：师姐，你为什么要杀死我的青红？我摆出无辜的表情，好像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师妹，你在说什么青红？我不知道啊。沈莹气得差点咬碎一口牙。石耀光，你别跟我装了，青红就是……他的话戛然而止，他自然不能说我杀了祁煜就是青红，更不能说他是怎么知道祁煜身份的。我看着沈莹憋红了脸，一副无能狂怒的样子，脸上仍旧是好师姐的模样。师妹，锁妖塔现在关稳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检查下四周的禁制，免得发生意外。沈莹不愧是沈莹，即便是这种情况下，也能极快调整好状态。师姐，刚才是我太激动了，我以为我的青红跑了进来，找不到他，还以为是师姐杀了他。他目光盈盈，状似害怕，却又坚强地咬了咬下唇。锁妖塔事关重大，留师姐一个人在这里，万一出了事，师妹我于心不安，不如让我陪师姐一起吧。沈莹的话正合我意，我知道她不肯离开，所以才故意那么说。
而且没有沈莹搞事，祁煜的真身又怎么会出现呢？刚才我杀的不过是祁煜的一抹神念，虽然对他本体有所损伤，但祁煜不死，我心难安。我面上带着几分担忧，无奈地点了点头。好吧，既然师妹这么说了，我们就分开检查下周围的禁制吧。师妹要是遇到不清楚的禁制，千万不要乱碰，小心一些。沈莹脸上漾起笑容，看似乖巧地点了点头，但我知道她此刻心中正在打着别的主意。系统，给我把锁妖塔的禁制破坏掉，我要让祁煜出来吃掉噬妖光。宿主，破坏锁妖塔需要大量积分，是否确认？确认，我要噬妖光现在就死。好的，积分抽取成功，请宿主靠近锁妖塔，系统会在宿主接触到锁妖塔时对其进行破坏。听着他和系统的对话，我心里忍不住骂了句蠢货。也不知道沈莹为何对妖修有这么好的印象，就因为祁煜那张脸。但沈莹想作死，那就由他去吧。好在传信符应该早就送到了个风，增援很快就该来了。我装作认真查看禁制，目光却一直锁定在沈莹身上，直到看到她好像无意间靠近了锁妖塔，我才瞳孔一缩，连忙喊道：“师妹，危险！”话音刚落，锁妖塔便猛然震颤起来。我看到锁妖塔的禁制在靠近沈莹那边露出了一个极小的缝隙，无数妖修费力的试图从那个小孔里挤出来。师妹，快走！我又大喊了一声，看似焦急地往沈莹那边跑，实际上根本没用全力，那边已经有妖修挤了出来。那个妖修长得青面獠牙，目光扫过我时明显一颤，随即落在了沈莹身上。沈莹此时显然已经被吓傻了，她的计划或许是只要破坏一点禁制，祁煜就能出来。可惜祁煜的神念被我所杀，本体伤上加伤，现在根本出不来。你们这些妖修休想伤害我的师妹！我装作咬牙切齿的怒吼，拔剑冲了上去，剑锋却像砍在石墙上一样。沈莹此时总算反应过来，尖叫着往后挪动。你们别过来啊！我的余光瞥见他的手臂被一个妖修一口咬断，鲜血和疼痛让他彻底失去了力气。系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要更换身体，我不要面对这么可怕的事情。宿主，此具身体生命体征正常，无法更换。我的手，他们会吃了我的？难道要被吃了以后才能换身体吗？宿主，这里是修真界，缺手断脚，只要有合适的丹药就能长出来，请不要惊慌。听着他和系统的对话，我心中冷笑，果然刀不落到自己身上不知道疼。我不再关注沈莹那边，将注意力放在了眼前的危机上。这些妖修虽然被关押100年，实力大减，但应付起来也并不轻松。我将灵力灌注在本命剑中，剑气横扫，在他们身上留下了致命伤口。等我将周围的妖修清理的差不多时，沈莹也已经被啃噬的不成样子。我脸上大惊，连忙跑过去扶起她。师妹，你没事吧？再撑一下，我这就带你出去。沈莹的左手和右腿已经消失，腰间也被啃到了一大块，她眼中满是毫不掩饰的恨意。我却恍若未觉，正准备抱起她，就在这时，一道极为强大的威压骤然出现。我嘴角隐秘地勾起一抹微笑，转身横剑一挡，拦住了他的一击。妖族祁煜，你以为你现在出来就能改变一切吗？祁煜目光凶狠，脸上满是狰狞。噬妖光，你对莹莹做了什么？你敢伤害莹莹，本尊绝不放过你！听着他宛如失智的话，我心中冷笑，面上却冷意渐重。祁煜，如果不是你们这些妖修，我师妹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们究竟从何得知我师妹的身份？竟然还想吞噬她来修补伤势！我义正言辞的怒吼，却又不小心露出了被我遮住的沈莹。沈莹此时目光浑浊，听到祁煜2个字时，猛然清醒过来，尖叫道：“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！”他现在的样子确实凄惨，这对他想要攻略的人来说，打击是巨大的。果然，祁煜看到沈莹的情况时，瞳孔骤然一缩，眼中的依恋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算计和无比的痛恨。噬妖光、噬阳宗，都是你们让我的莹莹变成这样，本尊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！说完，他气势全开，直接发动了攻击。祁煜的本体比那抹神念强了太多，但我丝毫不惧，剑者一往无前，绝不退缩。我使出澜苍剑尊的剑招，与祁煜交手。祁煜本就旧伤未愈，大开大合的打法又极为耗费体力。我见他逐渐显出疲态，一改手势，直接运转剑招攻了上去。直到剑锋穿透祁煜的腰单，我才听到了那道声音：检测到重要角色祁煜死亡，宿主攻略祁煜任务失败，现收回攻略奖励。祁煜死亡的瞬间，各峰的长老尊者也赶到了现场，看到被我一剑贯穿的祁煜，他们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即是浓浓的担心。小妖光，你没事吧？一位师叔开口问道。我努力地摇了摇头，师叔，我没事。话刚说完，我便觉得身体一重，直直向前倒去，被一个温暖的怀抱接住。等我再醒来，已经回到了我的小院，刚一起身，就听到了敲门声。拉开门，看到了4师弟烟回柳，他脸色臭得像是要吃人。师姐，师尊让你醒了，就过去一趟。我并不意外，只是带着几分疑惑，师尊这个时候叫我，出什么事了？自然是沈莹受了重伤，又在凌霄面前抹黑我了。有过前世的经历和书中的故事，我对沈莹的套路一清二楚。烟回柳却没回答我，脸上的厌恶之色更重。师尊行事自然有师尊的道理，师姐既然醒了，就快去吧。我懒得再问他，直接御剑朝峰顶而去，大步踏入殿内。我恭敬地行了一礼，瑶光拜见师尊。免了。凌霄的声音依旧冰冷。我起身向上看去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一身白衣的凌霄身边站着身着粉色衣裙的沈莹。她的手脚因为丹药已经重新长了出来，伤势也好了，只是脸色依旧苍白，眼中含着泪，欲语先泪。这一招，沈莹真是天赋异禀。瑶光，莹莹说你故意前去锁妖塔，只为破坏禁制，可有此事？凌霄的声音不轻不重。我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沈莹，正要开口，就听到了她娇滴滴的声音：“师尊，徒儿只是好奇，为何锁妖塔多年无事，师姐今日一去就出了问题？”她看似解释，却处处暗示这是与我脱不了干系。我不紧不慢，将早已想好的说辞拿了出来。徒儿是路过后山时，隐隐觉得不对劲，便进去探查。没想到进入后山，发现有些禁制和阵法好像被人动了手脚。我说到这里，瞥见沈莹的脸色有一丝不自然，但转瞬即逝。等到徒儿进入腹地，发现锁妖塔的禁制确实有所松动，才传信给诸位峰主和长老的。凌霄听完，若有所思，反倒是沈莹咬着下唇，装出一副天真的模样。原来是这样，看来师姐确实是觉得有意才会去的，只是后山之中也没有留影石，不然就能知道究竟是何人如此可恶了。他话音刚落，凌霄的面色便猛然一沉。
后山确实没有留影石，所以没人能证明我所说的话。凌霄显然也想到这点，但我并不着急，反而看向沈莹。说起来，我还未曾问过师妹为何会出现在那里。后山禁地，以师妹如今的修为，怎么会出现在那里？如果我没看错，沈莹的修为已经调回了炼气期，看来这就是系统收回奖励的结果。沈莹听到我把矛头转向她，面上一僵，随即泫然欲泣。我是为了找青红，我本来带着青红玩耍，但他却突然像被控制了一样跑进了后山。青红是三师兄送我的灵宠，我自然要去寻回来。可是她泪眼婆娑，轻声抽泣。可是我发现青红进入后山不久，我和她的主仆契约便失效了。当时后山之中只有师姐和我，师姐当真没有看到我的青红吗？我看着她的表演，脸上闪过一丝讶然，思考了一下，才缓缓开口。我确实没见过师妹口中的青红，但我确实在后山斩杀了一只赤色的狐狸。听到这话，沈莹的目光骤然一亮，随即又掉下更多的泪珠。师姐，我知你不喜欢我，可是青红是无辜的，你怎么能对她下手呢？话音刚落，方行也忽然从店外进来，听着沈莹的话，他甚至顾不得行礼，便直接指着我的鼻子开口：施瑶光，你怎么能这么恶毒？就算你不喜欢小师妹，也不应该对她的灵宠下手，你真是恶毒至极。听着方行的指责，我心里快笑出声来，面上仍旧露出几分疑惑。看了看沈莹，又看了看方行，才慢条斯理地开口：我是斩杀了一只赤色狐狸，但我没说那是师妹的青红啊。师姐，你还想狡辩？后山之中，当时就你和师妹两个人，师妹与青红的主仆契约失效，你又斩杀了一只赤色狐狸，不是你动的手，还能是谁？方行早就被沈莹攻略，见他这副委屈可怜的样子，哪里还忍得住？对此我并不意外，我看着眼前的方行，直接忽略了身后凌霄骤然放出的威压，淡淡的开口：说来也奇怪，为何师弟和师妹都觉得我杀了那只赤狐是青红，被我斩于剑下的明明是妖狐奇遇啊？我抬眼看了看方行，嘴角若有似无的勾起一抹微笑。师妹进门不久，或许不知道妖族奇遇的本体是赤狐，但师弟也是自幼在赤阳宗长大的，怎么会连这个也忘了？方行顿时哑口无言，挣扎了半晌，才咬牙道：师姐，你口中说是妖族奇遇，可谁知你是不是偷偷对师妹的青红下了毒手？我耸了耸肩，有些无奈地说：好吧，既然师弟不信我，还好我从进后山开始，就因为怕出事打开了留影石，不如在师尊面前，我们一起看看我究竟做了什么吧。话落，我直接从袖中摸出了那颗留影石，反倒是沈莹在听到我说留影石时，眼中闪过一丝不可置信。师姐，你不是察觉后山有意才去的吗？怎么会准备留影石这种东西？她话里话外的意思是想指责我早有预谋，我却更加坦荡地开口：正是因为情况紧急，我怕万一禁制出问题我无法修复，所以才想用留影石记录下来，即便我出了意外，长老们也能根据记录清楚禁制哪里出了问题，知道后山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我这番话说完，沈莹再也说不出什么了。我看向凌霄，恭敬道：不知师尊以为如何？凌霄点了点头，那就依你所言，激活留影石看看吧。我将灵力输入留影石，先前记录的画面便如同一卷画卷般徐徐地展示在店内。画面中能清楚地看到，我确实是在四处检查后山的禁制，直到那只火红色的狐狸出现在我面前。师姐，你还说你没有见到青红，这明明就是……方行的话还没说完，画面里我的那句妖族奇遇便传入店内所有人的耳中。方行脸上的错愕还未收起，连看向沈莹的眼神中都充满了不可思议。画面中被我道破身份的奇遇，从狐狸形态恢复成了人形。看着奇遇那张脸，沈莹的眼中闪过一丝迷恋，随即又变成了对我的深深恨意。她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眼中带着几分慌乱，咬了咬唇瓣。师姐，是我和三师兄误会你了，既然已经真相大白，不如将留影石关闭了吧，毕竟后面……我却不准备如他所愿，开口打断了他。既然已经看到了这里，不如继续往后看看，毕竟我还有些疑问。听到我这么说，沈莹的表情肉眼可见的慌乱起来，我却恍若未觉，继续播放着留影石的画面，直到记录全部播放完，我才若有所思地看向沈莹。说起来，我当时就觉得奇怪，我因为学过宗门关于100年前那场大战的课程，才知道那是妖族奇遇，可是奇遇为何能直接认出我是施瑶光？我看着沈莹，眼中满是疑惑，而且师妹，你当时那句话又是什么意思？这两句话一出，方行和凌霄也反应了过来。方行看着沈莹的眼中满是不可置信，师妹，你是不是？沈莹哪里敢承认，甚至想把锅甩到方行身上。三师兄，我没有，惊鸿还是你带我去捉了送我的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他目光微闪，带着不易察觉的祈求。方行眼中挣扎几许，终是哑着声音接了话：确实如此，我不该怀疑你的，师妹。沈莹肉眼可见的松了口气，她勉强地说：师姐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我当时只是为了找青红，以为是你杀了他才会那么说的。我哦了一声，拖长了语道，感慨道：我见奇遇对师妹你了解颇深，还以为师妹你的赤狐早就被奇遇给取而代之了。不过想想奇遇的本体被关在锁妖塔多年，应该不可能发生这种事，想来也是我多想了。沈莹听到我这么说，眼中挂上了几分戒备，咬着嘴唇却没显露出来。怎么会呢？青红只是普通的赤狐，怎么可能是那可恶的妖族？想来是锁妖塔之乱，青红被逃出来的妖族给吃了吧。说着，沈莹眼中又泛起了泪光。说起来还要感谢师姐，如果不是师姐提前通知了长老，只怕我的伤现在还没这么快好。她这话说是感谢，我却听出了浓浓的怨恨。毕竟她在后山被妖族啃食的画面已经暴露在了凌霄和方行面前，但我面上不显，反而慈爱地看着她。师妹，这没什么。当时见你那样，我也自责，为何没有直接将你赶出去？不然的话，师妹想来也不用受这个伤了。沈莹脸上的笑容，此时是真的完全挂不住了。凌霄看完了留影石，自然也知道了后山发生了什么。我既然没有杀沈莹的灵宠，他自然也不能多说什么，只是道：瑶光，今日叫你来，还有一件事。宗门得到消息，过些时日会有一个秘境现世，恰逢与宗门大比相近，宗主便提议以此番秘境选出魁首。我看你自后山之后，又隐隐有要突破的迹象，这次便由你带队领弟子们下山吧。听到秘境2个字，我精神一振，这个秘境我自然不会忘记。前世沈莹她为了攻略一头妖兽，自导自演了一出好戏，只为让我这个原女主彻底给她让位。如今既然我已经知道了，自然不会再让她得逞。徒儿定不负师尊所托。我拱手应下，却没有起身，反而犹豫了许久，才道：徒儿此番从后山出来后，隐隐有所感悟，但在宗门内怕是一时寻不到突破之法，所以今日徒儿也是想同师尊告别，这2日就要下山寻求机缘，等秘境开启再回来。凌霄听我说到突破，神色一凛，果真如此。得到我肯定的回答，凌霄便不再多说什么，只道：那你便下山走走吧。我说是要下山，倒不是为了躲沈莹，而是赤阳宗内确实没有能助我突破的存在了。
我迫切的想要快速晋升元婴，傅青舟现在已经是元婴巅峰，若等他晋升化神，我还在金丹期，只怕报仇无望。所以从峰顶下来后，我便直接准备下山，只是还没来得及，就被烟回柳和沈莹堵在了登记处。师弟师妹，你们也要下山吗？我心发炙人。果然，刚走近2步，就听到了沈莹和系统的对话。系统，陆婉莹真的在噬妖光这里吗？宿主，扫描没有错，陆婉莹就在噬妖光的空间玉佩之中，请宿主尽快得到玉佩，不然陆婉莹也攻略失败的话，对系统和宿主都是一次重击。原来是为了陆婉莹，要不是系统提醒，我都快忘了这条鲛人。沈莹的目光在我身上打转，看到了我腰间的玉佩。系统，扫描是否为空间玉佩？扫描完成，这个就是空间玉佩。听到系统的回答，沈莹眼中闪烁着贪婪，上前2步，满脸惊讶地说：“师姐，你腰间这块玉佩和我娘留给我的那块好像啊，可惜我粗心，不知道把玉佩掉在哪了。”随即，他眼中便氤氲起水雾，失魂落魄地说：“我真是不孝，竟然连娘亲留给我唯一的遗物都保管不好。”周围的弟子听到这话，纷纷用敌视的目光打量我。他这话术就差直接说我是小偷了，只是来来回回都是这一招，我都看腻了。我平静地看着他的眼睛，嗤笑一声：“你确实不孝，不仅不孝，还又蠢又笨。”此话一出，不仅沈莹瞪大了眼，连周围的弟子都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我看着他不可置信的样子，淡淡的又重复了一遍：“我说你又蠢又笨，还软弱无能，不堪大用。”我的目光扫过所有弟子，无人敢与我对视，我才继续道：“整个赤阳宗就只有你一个人还在练气期，而且还是在后山走了一遭后，被吓得从筑基期跌回了练气期。我辈修行之人，境界跌落可以是受伤，可以是为救他人，就只有你是因为心境不稳，被吓得跌落修为。你说你是不是软弱无能？”沈莹的境界跌落是因为系统收回了奖励，但他不能这么说。沈莹听到我的话，身体一颤，眼泪彻底夺眶而出。烟回柳立刻将他护在身后，训斥道：“噬妖光，你够了！小师妹刚踏入修行之路不久，心性单纯，被吓到了，心境不稳也是正常。你就为了一块玉佩，就如此对她恶语相向，你还有个师姐的样子吗？”烟回柳话音刚落，我的眼神就瞬间冷了下来。只是我还没开口，沈莹就在他身后弱弱的解释：“四师兄，我知道师姐不是故意拿走我的玉佩的，但是师姐，这个玉佩是我母后留给我的唯一念想，这样我拿师尊赠予我的琉璃诀来换可以吗？”烟回柳听了，满眼爱怜：“小师妹，你怎么能如此委曲求全？明明这个玉佩是你母后的遗物。”沈莹却坚强地摇了摇头：“四师兄，你别说了，虽然琉璃诀是师尊送我的上品法器，但在我心里根本没有母后的遗物1/1重要。”燕回流转向我时，满脸不赞同，甚至直接伸手就要跟我要玉佩。噬瑶光，玉佩既然是小师妹娘亲的遗物，我劝你最好尽快还给她，我们便可以既往不咎。我却只是冷嗤一声，眼神微眯，直接看向燕回柳。燕回柳，你在跟谁说话？燕回柳，你一口一个噬瑶光，连声师姐都不喊，是准备叛出师门吗？燕回柳神色没有半点变化，甚至带了几分嘲弄。我只是想帮小师妹拿回她的玉佩而已。我冷笑一声，目光如刀。看来平日里是我对你太好了，才让你今日在这里对我大呼小叫。我掀你入门几载，无论如何都是你的二师姐，你见我不仅不喊师姐，连最起码的尊重也没有，如此目无尊长的行为，难道是赤阳宗的宗门谕令所允许的？燕回柳听到我搬出宗门谕令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赤阳宗不允许弟子私斗，残害同门更是重罪，他再不甘心也什么都做不了。沈莹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，当即跪了下来，苦求道：“师姐，求求你不要罚四师兄了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思念母后昏了头，你罚我吧。”我却根本不管他，只是淡淡的盯着燕回柳，又重复了一遍：“我在问你话呢，燕回柳，宗门谕令，目无尊长，应当如何处罚？”燕回柳仍旧不说话，我也不急，等着他回答。等了一会儿，仍旧没听到回复，我也懒得再等，转身就要离开。既然不知道，那我就去禀明执法堂，你俩一起滚出山门吧。听到执法堂3个字，燕回柳终于有了动静，他直直地跪在了地上，膝盖磕在地面的声音清脆响亮：“回师姐，应当罚10鞭。”我嘴角微勾，转过身看着跪得笔直的燕回柳，知道便好。我直接让周围的人去请了戒鞭过来，一鞭下去，燕回柳的后背便赫然出现一道血痕。10鞭落下，燕回柳的后背早已伤痕累累，衣衫都被鲜血染透。他面色苍白，却一言未发。燕回柳本就样貌不俗，如今这般狼狈，反而添了一种异样的美感，但对他来说却是莫大的羞辱。他眼中满是恨意。我看着被沈莹扶着踉跄站起的燕回柳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：“且慢，燕回柳，我这个做师姐的好心教导你，你连一声谢谢都不说吗？”燕回柳眸中恨意更深，他忍了又忍，沙哑着嗓子开口：“师姐教导，回柳此生难忘，回柳在此，多谢师姐。”听着他的话，我心中畅快许多，便将目光转向沈莹。说起来，师妹眼神真好，这个玉佩是师妹入门前我在一个秘境中所得。我将玉佩上秘境独有的印记点亮，顿时四周一片哗然。沈莹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随即又恢复如初，满脸悲痛欲绝。怎么会呢？这个玉佩和我母后留给我的一模一样，怎么会是？他口中喃喃，随即又哭着解释：“师姐对不起，我只是太想念母后了，所以看到一模一样的玉佩，才会以为是我丢失的那块，只是没想到。”他面上悲痛更甚。师姐，即便如此，我也愿意同你换，就算不是同一个，我也想睹物思人。听着沈莹的话，我并不意外，只是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然后给了他一个台阶下。师妹若是早这么说，我也不是不可以跟你换，只不过我对师妹的琉璃诀没什么兴趣。沈莹咬了咬下唇，心中却是忍不住跟系统暗骂：噬瑶光是不是有病？他是不是发现了这个空间玉佩的秘密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拿到这个东西。师姐，只要你愿意换给我，让我用什么换都可以。只是我刚入门不久，身上最好的也就是师尊送我的琉璃诀了。我心中痛快至极，面上却愈发显出几分难色。即使吧，师妹，这个玉佩我已经滴血认主了，若是送给你，需要抹去我的神魂印记，由你重新认主。以师妹这般的修为，现在恐怕有些难。听到我又提到修为，沈莹的面色顿时有些难看。系统，我一定要弄死噬瑶光，如果不是他杀了祁煜，我的修为怎么可能跌回练气期？等我刷满了陆婉莹的好感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弄死噬瑶光。等他在系统那边发泄完，才转头看向我，眸光粼粼。师姐，我虽然境界跌落，但神魂却得到了淬炼，我相信我定然能够认主成功的。我便不再多说，直接将玉佩递到他面前。那师妹可要收好了，若是再掉了，只怕再也没有一件同样的。
能让你毒死人了。说完，我直接抹去了玉佩上的神魂印记。就在同时，一道刺耳的声音也传入了沈莹的脑中：警告，检测到重要人物陆婉莹死亡，攻略任务失败。因宿主并未从攻略任务中获得奖励，故不进行扣除。这下子，沈莹彻底呆住了。系统，你告诉我，什么叫陆婉莹死了？她怎么会突然死了？可惜，她的系统并不能告诉她，这一切都是我的手笔。我早就知道陆婉莹也是重要角色，当初激活传承时便留了她一条命，并且我在空间里设置了一道剑意，只要我的神识被抹去，那道剑意便会直接取走陆婉莹的性命，就是要让她在即将成功时再失去，这才是打击一个人最好的方式。我看着沈莹呆滞的眼神，心中好笑，面上却带着疑惑：师妹不是说想要毒死人吗？怎么现在玉佩就在你面前，你又不收了？沈莹这才反应过来，看着眼前的玉佩，笑得比哭还难看。多谢师姐肯割爱，我定然会如何？她半天也说不出来。我叹了一声，看来师妹是太激动了。这个空间玉佩里没什么东西，只有一汪灵池可以一金伐髓，这个灵池对我无用，现在归师妹了。你可以进去泡泡，改善一下体质。这当然是为了给沈莹找点事。如今传承之殿早就跟我的神魂绑定，挪到了我的神识之中。这个玉佩不过是个普通的空间玉佩罢了。沈莹或许也察觉到了我的用意，她眸中暗恨，面上却不得不挤出笑容。那我先多谢师姐了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，感谢就不必了，我已经被你们耽误了不少时间。现在要继续下山了。万寿山脉是妖兽的聚集之处，我在万寿山脉中待了5个月，连日与妖兽厮杀，让我对澜苍剑尊的传承吸收更深，境界也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到达了元婴期。我掐准时间从万寿山脉出来，准备回赤阳宗。只是刚踏出山脉不久，就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：师姐。短短几个月，沈莹已经到达了金丹修为，这倒是让我有些惊讶。齐玉和陆婉莹相继死亡，她竟然还能这么快达到这个境界，看来她的系统确实不简单。我面上神色收敛的极好，沈莹兴冲冲地跑上前来：师姐，真巧啊，我跟四师兄来这里抓灵宠，没想到正好碰到了你。这时我才看到他身后的燕回柳，他眼神阴翳，与上次判若两人。我只挑了挑眉，并不好奇发生了什么。好久不见啊，四师弟。师姐，或许是上次吃了教训，燕回柳现在倒是乖叫了许多。沈莹娇俏地吐了吐舌头：师姐你好厉害啊，离开宗门时还在金丹中期，现在都结成元婴了。我只笑笑，师妹从炼气期直接到了金丹初期，这速度，师姐也是望尘莫及啊。听到这话，沈莹的眸中飞快地闪过一丝怨毒和心痛，随即才道：只是我凑巧得到了一个大能传承啦，师姐，秘境过阵子就要开启了。我们出来时遇到了几个谈得来的朋友，他们在营地那边等我们，你要跟我们一起来吗？我迅速躲过了他试图扯我衣服的动作。好呀，既然是师妹的邀请，我就去之不恭了。我随着两人到了他们所谓的营地，还未踏进，便闻到了一股让人难以忍受的气味。我目光微沉，看着眼前的场景，忍不住嗤笑一声：师姐，你怎么了？沈莹歪着头，天真的看着我。没什么，眼前泛着无边魔气的是魔族的人。魔族虽然不像妖族那么活跃，但也算得上是人人喊打的存在。我不知道沈莹和燕回柳是真的不知道，还是他又有什么新计划。我踏入营地，看着眼前看似老实敦厚的几人，并未多说什么。你就是莹莹姑娘的师姐吧？其中一个男人眼神轻飘，打量了我一圈，目光中充满了阴邪之气。果然如莹莹姑娘所说，长得确实是花容月貌。我未曾答话，只是将手中的剑往桌上一拍。我与你们不熟，如果不想成为剑下亡魂，便不要烦我。他俩瑟缩了一下，但显然并未放弃。我并未将他俩放在眼里，反而将目光放在了那个默不作声煮肉的老者身上。他看似温和慈祥，但那冲天的血气让人知道他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。半晌，他将煮好的肉汤分到各个碗里，佝偻着身子端过来。好了，今天的晚饭煮好了，大家先吃饭吧。燕回柳和沈莹也随之接下。我看到沈莹的眸光微闪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没入那碗肉汤中，随即他才笑盈盈地开口：谢谢莫叔，辛苦了。老者看着沈莹的目光中满是慈爱，看来这应该又是一个沈莹的攻略对象了。最后那碗热汤便只剩我那碗，我并未伸手去接，反而饶有兴致地将手附在了剑柄上，转头看向沈莹：师妹，你们是刚到这里吗？是呀，师姐，我们刚来不久，莫大哥他们十分热情，就邀请我们一起在这里驻扎了。沈莹喝了一口手上的肉汤，燕回柳也点了点头，沉默地跟着将肉汤喝下。我心中嗤笑，看着燕回柳的样子，只觉得他果然是废物。原来是这样，师妹你上山前少有在凡事行走，上山后更是少与外人打交道。出来行走最重要的一点，恐怕你还没学会。今日师姐便教你一句。话音刚落，我直接拔剑，身形一闪，便已到了那老者跟前，一剑斩下。碎瓷声响起，冲天的红光骤然照亮整个营地。结，好不知礼数的小娃娃，本尊好心为你们编织新的修行方式，没想到你们竟然不知感恩。我淡淡的看着眼前的人影，嗤笑道：血魔老祖，你的血肉盛宴我们可不感兴趣，谁知道今天吃下的东西，明天会不会把我们吞噬殆尽？说完，我又是一剑劈下。血魔老祖莫谦虽然自称老祖，但不过是元婴巅峰的实力。他功法特殊，能化作一团血雾，所以多年来无人能抓到他。他经手的血肉都能变成他的武器，连同那碗肉汤也是。喝下的人会被他变成傀儡。沈莹显然知道这一点，他碗里汤中的魔气早就被他用什么东西吸收了，既不会让血魔老祖起疑，又可以坑到我。只不过燕回柳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。我看着燕回柳喝下那碗肉汤，气息中已经染上了血魔老祖的气息。若不出意外，他此生怕是就要毁了。但这与我无关，沈莹都没提醒他，我这个他看不上的师姐也帮不了他。好一个年少有为的小娃娃，老祖我今日倒是看走了眼。我的剑意在这几个月中淬炼得更加凌厉，对血魔老祖这种没有实体的攻击正好克制。啊，你们要做什么？沈莹凄厉的声音在不远处传来。血魔老祖桀笑了2声，小娃娃，那边是你的师弟和师妹吧？你就不准备过去帮他们一把吗？我自然不准备过去。血魔老祖，你不必激我，你的能耐我不敢小瞧，这个时候专心对付你才是要紧之事。没错，今日你们谁都走不出这里。他狞笑着，重化为一团血雾。我将神识铺开，精准地捕捉到他的身影，然后直接一剑劈下。澜苍剑尊的传承剑法，一招一式皆是千锤百炼，对付血魔老祖已然足够。小娃娃，你让本尊很生气，本尊要动真格的了。血魔老祖阴恻恻的声音传来，一团血雾直接附到了燕回柳身上。燕回柳瞳孔微颤，想要挣扎却无能为力。血魔老祖上了燕回柳的身后，他周身的气质便彻底阴郁下来，拔剑向我攻来。小娃娃，这具身体可是你的同门，你会真的下毒手吗？
你废话真多。我眸光一沉，只觉得他真是个蠢货。他以为我不敢对烟回柳下手，所以给自己找了个实体。这下子我倒是更没什么顾忌了。血魔老祖操控的烟回柳一招一式狠辣至极，但他狠，我比他更狠，招招都试图置他于死地。我身上的伤口见多，烟回柳身上的伤只会比我更重。直到我寻到一个破绽，一剑贯穿他腰腹时，他才终于发现了这个事实。啊！你竟然根本不顾这个小子的死活！血魔老祖无能狂怒，那团血雾瞬间便想挣脱出燕回柳的身体逃走。我却早就料到这一幕，在他脱离燕回柳之时，剑招频出，直接用剑意剿灭了他的神魂。而此时，沈银那边的提示也终于落入了我的耳中。警告：重要人物血魔老祖莫谦死亡，攻略任务失败。因为宿主未曾获得任务奖励，故不予扣除。那道机械音让我擦剑的动作一顿。我原本以为沈银的修为是靠攻略血魔老祖得来的，没想到竟然不是。难道是沈银在这几个月攻略成功了凌霄？不过转念一想，如今妖族奇遇遭人陆婉银、魔族莫谦都已死亡，烟回柳也废了，就算沈银提前攻略了凌霄，也有可能。我正在思索，沈银已经泪眼汪汪地走了过来，看着满身伤痕的燕回柳，眼中满是指责。师姐，你为什么不救四师兄？你这么厉害，明明可以完好无损地将他救回来的。我冷冷地抬头看了一眼他，又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燕回柳，他的眼睛里也满是不甘和怨恨。我勾了勾唇角，露出嘲讽的笑。说到底，是因为你们两个是废物，特别是燕回柳，你连最基本的防人之心都没有。我能从血魔老祖手中给他抢回一条命，已经是上天眷顾了。或许是没想到我又旧事重提，沈银脸上瞬间僵硬。燕回柳愤愤不平，是瑶光，明明是你。我懒得听他狗叫，直接打断他。是我什么？是我不会分辨魔族气息，还是我连基本的防备都没有？燕回柳，你蠢就别怪别人。说完，我又若有所思地瞥了一眼沈银，只将他看得发毛，才又看了一眼燕回柳。说起来，燕回柳，枉费你比沈银早入门多年，沈银都知道戒备陌生人的吃食，身上半点血魔老祖的气息都没有。你呢？废物一个！听到我的嘲讽，燕回柳不可置信地看向沈银，警告：检测到重要人物燕回柳好感度下降，请宿主尽快补救。沈银目光慌乱，连忙辩解：师姐，你不要挑拨离间，我只是体质特殊才没有沾染上，我根本不知道血魔老祖的身份，怎么会刻意防备？我只是嗤笑一声，直接御剑准备回赤阳宗。是不是我说的这回事？沈银，你心里有数。燕回柳这个样子，最好还是赶紧回宗门找师尊，不然晚了可就真的没救了。我回到赤阳宗，并没有回小院，反而是直奔峰顶请罪。师尊，弟子前来请罪。我跪着将血魔老祖的事情说完，末了还补充了一句：四师兄的气息中沾染了太多血气，徒儿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能请师尊决断。凌霄听到这事，半晌未开口。燕回柳是他故交之后，他自然不忍。沾染了血魔老祖的气息，这个人以后的生涯基本就毁了，会越来越容易走火入魔，除非彻底放弃修行。直到一道哭腔传来：师尊，你快来看看四师兄，他好像走火入魔了。凌霄眼前一花，便消失在上座，我也顺势起身跟了出去。燕回柳此时靠在沈银怀里，一张脸上红黑二色变换，显然是走火入魔的征兆。凌霄正在用神识查探他的情况，半晌，凌霄才睁开眼，面色凝重，显然已有了决断。燕回柳恢复清明，满怀希冀地看着凌霄：师尊。凌霄却不忍得别过头，一道剑气直接搅碎了燕回柳那颗早已被魔气侵染的金丹。回柳，为师会给燕家写信说明情况，往后余生有为师在，定不会让你受委屈。一段话彻底葬送了燕回柳的仙途，他睁大了眼睛，又哭又笑，形如疯癫。而沈银此时也面色惨白。警告：重要人物燕回柳好感度跌落至负数，宿主攻略燕回柳任务失败，现收回宿主奖励白莲花光环。我虽然不知道白莲花光环是什么，但看沈银的脸色应该是好东西，只要他不舒服，我就通体舒畅。凌霄面上也多有不忍，他叹了口气，才转头看向我：瑶光，你做得很好，过2日就是秘境开启之时了，你先回去休整一番吧。我低头应是，御剑回到小院。凌霄对沈银的态度不像被攻略成功的样子，那么沈银的修为提升必然还有其他缘由，不过这些也不重要了。如今尚且还要解决的只剩3个人，一个方形，一个傅青州，一个秘境中的妖兽。只要他们死亡或者对沈银的好感值跌至负数，那么沈银的攻略任务就算彻底失败了。所以等我再从小院出来时，整个人的心情都好到不行。不多时，宗主连同珠峰长老都出现在了广场之中。此番秘境开启，鱼儿等皆是一番机缘，但众人也须知，若遇不可敌者，当以自身安危为重，届时只要捏碎玉符，便可传送回来。话落，100枚玉符齐刷刷飞出，没入我们眉心之中。5时将至，一道幽蓝漩涡凭空出现，我将100人分为了10个小队，以传音符联系。等到最后1人踏入漩涡，我才跟着迈步而入。眼前光景变幻，最后出现了一片无边的茂林。我从善如流地安排好分工，才发现不知何时竟少了1人，少的人自然就是沈银。我心下冷笑，方形却有些坐不住了。师姐，小师妹虽然已是金丹，但涉世不深，又是头一次来秘境，你当真不在意她的安危吗？我斜眼扫了她一下，转身看向大队伍。她擅自离队，要我们现在去找她，你不妨问问这些师弟师妹们，凭什么？说不定她是发现了什么机缘，独自一人去了。凭什么要我们去找她？就是，到时候我们不小心拿了机缘，说不定她还要说我们是故意抢她的呢。队伍中的几个师妹你一言我一语，显然不想去找沈银。我看着这情形，才转头看向方形。师弟若是担心，大可以自己去找，我绝不拦你。方形悻悻地说：师姐，我只是这么一说。师妹既然选择离队，自然有她的道理，我们便按原计划进行吧。我心中嗤笑，便直接下令：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秘境的腹地，那里被一头化神器的妖兽所主宰，那便是沈银的攻略目标。这个妖兽子嗣不丰，唯一的幼崽因为沈银的设计变得孱弱无比，而沈银又适时救下幼崽，在妖兽面前刷了一波好感。后来沈银便提议说可以将他的金丹给幼崽，但需要妖兽陪他演一场戏。在之后便是我前世所经历的那些。我心中冷笑，看着周围的环境越发贴近记忆中的样子，便知道沈银的动作快要开始了。果然，清晨时分，沈银的声音便如前世一般出现在营地周围。师姐，师兄，快走呀！他声音中带着明显的哭腔，在看到我们时，眼中闪过一丝亮光，随即又化作深深的恐惧。我极快地反应过来，从地上弹起，凝重地看着他。师妹，你之前去哪儿了？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，还弄成了这个样子？
沈莹看似气喘吁吁，但我仔细一听，她呼吸匀称，根本没有半点错乱。她一把抓住我，惶恐地说：“师姐，快带大家撤退吧！我在救一只灵鸟的时候，被一只妖兽发现了，它正在追杀我。”说到这里，她脸上挂满泪水，却又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。师姐，你们往另一边跑吧，我去引开妖兽。这件事本就是因我而起，我不会拖累你们的。有一个弟子嫌弃地说：“事情本来就是你惹出来的，当然该你解决，别说的好像是为了我们牺牲一样，我们可背不起这口锅。”此话一出，众人也清醒过来，看着沈莹的目光带了几分审视，唯有方行挡在他面前：“师妹，你这是说什么话？小师妹也不是故意的，怎么能说是她的错？”方行的话并未引起共鸣，反而让气氛更加尴尬。我手早就按在了剑柄上，此时面色沉重，只道：“来不及了。”话落，一道惊天的吼叫声响彻云霄。这妖兽本就与沈莹作戏，自然早就埋伏在周围。我直接拔剑迎了上去，诸位弟子听令，结阵掩护于我。我大喝一声，呆愣的弟子们霎时反应过来，迅速结成了剑阵。我借着剑阵的掩护，开始对妖兽发起猛攻。妖兽的目的本不是杀我们，但现在被我们围攻，也生出了火气。我能明显感觉到他的攻击变得凌厉，多了几分杀意。变阵！我眸光一冷，又是一声大喝。凛冽的剑意随着我的剑招落在妖兽身上，我招都是杀招，在他身上留下了无数道剑痕。妖兽彻底红了眼，仰天怒吼，皮毛上附上了无数烈火。面对这一击，我并未退缩，反而将所有灵力灌注在长剑之中。金戈交锋，火光之后，我再也忍不住，呕出了一口鲜血。师姐，你没事吧？沈莹焦急的面容上明显带上了几分不可思议。我以剑撑地，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，挥开他，假意准备再去补上最后一击。沈莹，让开！沈莹自然反应过来我想做什么，也一如前世那般挡在我身前。师姐，万物皆有灵性，他修行不易，你就放了他吧。前世他此话一出，师弟师妹们纷纷劝我，而今我还未开口，已经有脾气火爆的男弟子直接骂了出来：“沈莹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他刚才处处想置我们于死地，如果不是师姐，我们早就死了。你现在在这里装什么烂好人？”其他弟子纷纷附和。我看着脸色铁青的沈莹，嘴角隐秘地勾起一抹弧度。就在这时，方行也小跑着上来，准备劝说沈莹。我等的就是这个时机。我看着已经悄然睁开眼睛的妖兽，一道极为隐秘的灵力打入沈莹身体，沈莹身体微晃，直接撞在了方行身上。而这个时候，妖兽也骤然暴起，一爪子勾向沈莹的位置。现在那里站着的是方行，不论是妖兽还是沈莹，都没想到会是这个发展。而方行直到他丹田骤然一空，剧烈的疼痛席卷而来时，才反应过来，崩溃的大喊出声：“啊！”凄厉的声音连妖兽都似乎被吓了一跳。我等的就是这个时机，猛然跳起，一剑直接贯穿了妖兽的胸口。警告！警告！重要角色妖兽惊风死亡，因宿主未获得攻略奖励，暂无奖励扣除。这下子沈莹也再也绷不住了，她浑身颤抖，不敢相信又一个攻略对象死在了我的剑下。系统，我一定要杀了噬瑶光，你给我想办法！沈莹在心中狂躁地嘶喊着。我终于松了口气，彻底软倒下去。弟子们连忙过来围住我，给我输送灵力。我没事，去看看你们三师兄如何了吧。我将注意力转移到方行和沈莹身上，众人的目光再度回到沈莹身上，当时便有弟子冷声呵斥：“沈莹，你先前将方师兄推向妖兽的动作我们都看到了，回了宗门，我们定然会告知执法堂。”内心崩溃的沈莹终于回过神，连忙辩解：“我没有故意推师兄，我……”而被人忽略的方行此时早已神志疯癫，他挣扎着爬到妖兽尸体旁，从妖兽爪子里扒出那颗圆润的金丹，试图塞回自己空了一大块的丹田。这对于一向自视甚高的方行来说，如何能够接受？他整个人又哭又笑，已经有了几分疯态。沈莹看到这样的方行，眼中也闪过几分畏惧，但到底方行是他仅剩的攻略对象之一，他努力挤出几滴眼泪扑了上去。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只是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方行那双满是恨意的眼睛打断了。滚！从未被方行如此对待的沈莹顿时愣在原地，而系统的提示音也随之而来：警告！警告！重要角色方行对宿主的好感值达到负数，宿主攻略方行任务失败，收回任务奖励，团宠文女主光环尾。我听到这个提示，心下了然，原来如此。难怪之前弟子们对沈莹有种天然的好感，现在距离沈莹的任务失败只差一个负轻舟。我看着状若疯癫的方行，叹了口气：你们去帮忙捏碎方行的玉符吧，他现在这个样子，还是尽快送回宗门救治比较好。看着方行消失在眼前，我才回头看向沈莹。沈莹，这件事大家都是亲眼所见，你也回去接受执法堂的审判吧。沈莹面上盈盈落泪，眼中满是祈求。师姐，我真的不是要推三师兄的，你为什么不肯信我？我看着他脚下不自觉地向我挪动，在他眼底看到了疯狂。我硬生生止住后退的脚步，装作没发现一般。这件事不是我不信你，而是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了。沈莹终究是忍不住，彻底撕开了伪装，面目狰狞地朝我扑来，眼中满是恨意。那你就去死吧，噬瑶光！在他扑来的瞬间，我将早已藏在手心的一把丹药喂进嘴里。周围空间一阵扭曲，等眼前画面固定时，才发现沈莹已经带着我来到了不知名的地方。我打量了一下四周，不像在秘境中。沈莹眼中满是怨毒：噬瑶光，你为什么不去死？大致猜到了他做了什么，左右这里没有外人，我也懒得再装了。因为你还没死啊，沈莹。
我毫不掩饰我的恶意，连沈莹都被我惊住，不住地后退了2步。你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看着他这个样子，只觉得可笑，面上也是毫不遮掩地笑出了声。你怎么不猜呢？沈莹崩溃地尖叫起来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才是这个世界的女主，你不可能！她的尖叫声戛然而止，我也在一瞬间拔剑，朝着虚空横剑挡下了一招。我看着逐渐不出虚空的男人，擦掉嘴角的鲜血，道：好久不见啊，傅青州。傅青州一身白衣，自虚空中缓步踏出。沈莹那张狰狞的脸立刻换成了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直接投入了傅青州的怀里。大师兄，你总算来了。傅青州爱怜地将沈莹搂进怀里安抚。我晋级化神迟了些日子，好在尚且来得及。幸好我早就在你我身上种下了同心符，不然也不知你原来受了这么多委屈。话落，他才将目光放在我身上，目光中满是杀意。施瑶光，你竟然还敢对莹莹动手，真是不自量力！我既然能废你第1次，自然就能废你第2次。傅青州此话一出，我倒是有些讶然，随即反应过来，原来傅青州也重生了，难怪相比前世，他这次这么快就晋升到了化神。但对此，我只是嗤笑一声。傅青州，口气不要太大了，你还记得你元婴期时跟我切磋，结果差点被我按着打的是吗？我和傅青州的关系是从一次次切磋后渐渐疏远的，或许从我第1次赢过他以后，我们之间就注定渐行渐远。果然，听到我的话，傅青州脸色黑沉，悬在他身边的本命剑都发出了怒意的狰狞声。我轻嗤一声，随即祭出我的本命剑。施瑶光，你真是自寻死路！傅青州咬牙切齿地说完，便给沈莹施了一个保护罩。铺天的化神威压齐齐向我压来，但剑修最不畏惧的就是跨境界挑战。我刚应对完化神的妖兽，对这种威压算得上适应良好。我直接握紧本命剑，主动出击。傅青州如同猫捉耗子般想看我无能狂怒的丑态，我却在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之间摸清楚了他的招式。我们在一起练剑太久，已经下意识的能猜到对方的剑招。现在我已经彻底摸清了他的招式，便直接变换了剑招。我满眼兴奋，傅青州，我知道你也接受了澜苍剑尊的传承，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究竟是谁的传承更胜一筹吧。听到我提到澜苍剑尊的传承，傅青州的眼中终于有了些波动。难怪你敢如此狂妄，原来是这样。说罢，他也直接变换了剑招，2把长剑在空中撞击，嘶鸣的剑意在周遭留下了无数剑痕。傅青州从最初的游刃有余，眼中已经生出了几分惧意，但他退无可退，我们都知道他输定了。果然，又是一道剑锋横扫，他站在半空中的身影晃动了一下，直直地栽倒在地。我用指腹开去嘴角的鲜血，一步一步走到他面前。傅青州，你败了。他眼神灰败，喃喃自语：怎么可能？我不会失败的，我是化神，我怎么会？我嗤笑一声，傅青州，你知道你为何失败吗？因为你的剑太傲慢，也太死板了。你嫉妒我，却从来不会变通，你的傲慢困住了你的剑招。话落，傅青州满眼不甘地流出2行血泪，然后直直地倒了下去。沈莹终于从这场对决中反应过来，崩溃地大声嘶吼着：怎么可能？我还给他开了外挂，怎么可能？但随之而来的是那道熟悉的机械音：警告！警告！重要角色傅青州死亡，检测到宿主攻略角色全部死亡，攻略任务彻底失败，现开启对宿主的抹杀。10、9。我走到沈莹面前，看着她癫狂的神色，歪了歪头，带着几分嘲讽：沈莹，你看，你选择的男人又死了。我无视她眼中的愤恨，轻笑一声：你会不会觉得你这一生真是可悲啊？明明可以依靠自己修炼拼出一条路，却选择将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。可是沈莹，就算你攻略成功了，又怎么样呢？你所得到的一切都不过是寄托于别人身上的虚假，归根结底不属于你。施瑶光，你住嘴！我不会输的。他的挣扎消失在口中，脸色骤然灰败。我直接抓住了那个脱离他身体试图逃离的光点，我将所谓的系统困在手心，用9幽烈火将它燃烧殆尽。知道我回来了，就该知道我绝对不可能放过你们任何一个。感慨完，我从须弥戒中掏出一个罗盘，辨别了方位。如今诸事已了，我也没什么心思回赤阳宗了，正好可以四处走走，直到飞升之时。